这又是一个父女间的爱情故事。女孩只是随意打了一辆出租车，哪知却被司机给强奸了。不过人民警察还是很给力的，很快就根据女孩的移动支付记录找到了那个司机，并将他给逮捕了。然而就在大家以为案子已破之际，技术科竟在受害者莉亚的手机里意外发现了一些视频，居然是她在和2个老男人一起玩。而由于莉亚才15岁，因此这明显属于法定强奸了。对此，警察不能坐视不管，必须严惩犯罪分子。随后，本森就来找了莉亚打探情况，而通过询问得知，莉亚是从国外来的交换生，目前和姐姐寄宿在一对夫妇家里。至于手机里的那些视频，起初他还不承认，但在本森威胁要告诉寄居家庭后，莉亚立马就妥协了。因为担心被遣送回国去，他只能坦白，那个男人是我在网上认识的，当时我刚来美国，也许只是感到有些寂寞，于是就到酒店开房了。可只有那一次。不过虽然莉亚是自愿的，但那些男人却是犯罪了。随后警察通过人脸识别查出其中一人居然是房地产大亨，接着他们就赶到房产公司将他给逮捕了。哪知就在这时，技术科又来消息了，他们发现是有人在去年8月将视频发给了莉亚，而那个人竟是她的姐姐，因此警察认为是姐姐劳拉在现场拍了那段视频。可劳拉却狡辩我又没卖，但警察推测她在拉皮条，那可就是犯罪了。不料姐姐却否认了这个推断。 I was invited to a party and Amelia begged to come with me. It's to do everything I do. Did she know what kind of party this was? Yeah, she didn't care. She was into it. You didn't think she was a little young for this? Look, she had to grow up sometime. She's my baby sister. 可警察岂会就此罢手？他们必须将举办派对的人抓到。但劳拉称那人是我在酒吧认识的，然后就去了他的酒店，不知他是哪里人。虽然警察又问了几个问题，可他都是不知道。最后表示我和妹妹来自国外的乡下，只是想找点刺激而已。而眼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了，警察只好任由劳拉先去上课了。但俩人相信他肯定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于是决定去拜访2姐妹的寄宿家庭，看看会查到什么。不料等到了后，却只有女主人在家，她的丈夫广坤上班去了。而趁着俩人去煮咖啡之际，其中一名警探随意查看了起来，哪知竟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就是所有卧室都没有门。但他并没有声张，只是从关心莉亚的角度出发，提出他好像在隐瞒什么。结果女人一听，立即变了脸色。随后在警察的追问下，她坦白2姐妹曾被性侵过，而凶手则是他们的父亲。这倒是万万没想到的。但刚离开房子，2人就探讨起了发现的异常，所有卧室都没有门很反常，表示姐妹俩一点隐私也没有。因为一般受害者恨不得门上有2道锁。再有就是姐姐对派对的反应太奇怪了，虽然有的青少年被性侵后表现也很奔放，但这次却说不通。总之哪里都透着古怪，必须再审姐妹俩。结果莉亚交代父亲已被送进监狱了，是姐姐指证了他。接着在警察的劝导下，他缓缓说出了经过。 It was always in the morning when Lara was at school. Mama was in town at the market. She went every Tuesday. I could hear his flip-flops snap against the wooden floor and I knew. He carried me into his bed, the same bed where he slept every night with Mama. 后来我来到了美国，就再也没回去。是广坤带着姐姐回国，把父亲送进了监狱，然后又把他带了回来。同样，姐姐也讲述了相同的遭遇。当时她只有4岁，直到来到美国后，是广坤让她意识到生父有多肮脏。而既然说到这了，警察就顺势问你的卧室有门吗？姐姐说当然有，可警察明明没看到。不料劳拉解释可能是正打算换进口门，对此警察也就没多问，情况基本也就这样了。可哪知事后本森查看卷宗时，却发现了疑点。父亲的庭审记录显示，劳拉指控说，听到父亲的人字拖在木地板上啪啪作响，我就知道他要来了。而这与莉亚描述的遭遇一样，俩人竟说的一字不差，所以显然这其中有很大问题。 They both had to be coached. Laura told me that it was Richard that helped her realize that she was molested. He went to Italy for the trial too. Oh my god. 竟然是广坤。随后他们查到了在广坤家住过的所有交换生，恰巧其中有1人正在联合国任职呢。那这就好办了。本森当即只是立即去找他，而女孩死也不会忘记广坤的，这让警察一听就有故事。接着女孩讲述我16岁时来了美国，寄宿在广坤家，刚开始和他们待了2周，感觉还不错，每晚都有派对。直到有一天，广坤叫我去书房一起看电影，但那其实是由他和那个2年前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女孩主演的自制色情片，所以我就直接从那里逃了出来。果然广坤才是大变态。那接下来就是让莉亚认清现实，交代真相了。于是本森就将她请到了自己家里，先让莉亚再叙述一遍父亲对她做的事。对此莉亚当然很抵触了，但本森必须再听一遍，所以好说歹说才终于说动了她。随后莉亚又描述了一遍，结果本森一听，果然与第一次说的竟一字不差，这更证明他是备好的词。接着就直接明言，我认为你并没有被父亲猥亵。对此莉亚当然反驳，而本森也相信他没撒谎，只是被洗脑了，包括他的姐姐。可莉亚坚决不认，于是接着本森拿出了一些照片，全是小时候他和父亲的合影，可以看出父亲很和蔼，尤其是最后一张，母亲给了他一条项链，终于打动了莉亚，本森也就趁机而入了。You really remember being molested by your father? I think so. Amelia, who told you that? Who put that idea in your head? Laura, she said he did it to her too. I didn't believe her.
Did Richard tell you that as well? I didn't believe him, but he proved it. He proved it. How? How could he prove I it?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Amelia, this is very important. How could he prove it? With his fingers. Sweetheart, He put them inside me and he said what did he say? he loved me. Amelia, that's not love, honey. He hurt you. He brainwashed you. It's called grooming. Why would he do that? Because he wanted you to do what he wanted. Did Richard have sex with you? He said he loved me. Did he take you to that party with the older men? He shot the video on Laura's phone. 至此，真相终于大白了，而莉亚也终于醒悟了，自己居然把无辜的父亲送进了监狱。但本森并没有怪莉亚，他也是受害者，罪魁祸首当然是广坤了。那接下来就是逮捕他了。可哪知劳拉已经通知了广坤，他已经知道一切都败露了，但却仍是很淡定，还恬不知耻，声称爱着所有人，对那些女孩做的事并不算龌龊，反而是美好，让他们知道了世界的残酷。可从广坤变态的行径，警察已看出他小时候被虐待过，结果一下戳中了广坤的软肋。尤其是妻子在一旁听见后，露出了满脸震惊，这让广坤瞬间破防。于是就在警察正要逮捕他时，突然冲上了天台，从楼顶跳了下去，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但妻子却很是不舍，不过他也逃脱不了干系。警察认为他知情不报，因为卧室根本没有门，妻子可以看到一切。 He made me. He thought it was funny. The old bitch watching the younger bitches. That's what he said. Sometimes it made me applaud his performances. He was sick. I wanted to help all the girls. I did. I was scared. Scared of what? That he'd leave. What would happen to me then? What's gonna happen to me now? 可哪知他的事还没有定论呢。本森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居然是俩姐妹又出事了，竟是姐姐服药了想自杀，打算为广坤殉情。她怨恨妹妹和警察抢走了自己的真爱，所以也不想活了。不过好在120及时赶到，将劳拉给救了回来。事后警察也帮忙联系了当地司法部，争取早日让他父亲出狱。而母亲也从国外赶了过来，终于见到了这个一直躲避自己的大女儿。毕竟母子连心，不管女儿做了再大的错事，最终母亲还是原谅了她。只要等待父亲出狱后，一家人就可以完全团聚了。而见到这一幕，本森也是很欣慰，这就是作为警察守护一方的意义。